唐朝冠冕第一系列，12位参赛者，在这个创意唐朝中挥洒自如，呈现出别出心裁的甜蜜硕果，让人为之惊叹。哦，发了，秋天出来了，想家了。你的搭配非常的好，看的时候有一种好开心的感觉。整个构思是非常的精致的，就像一个非常梦幻的树林。Angie 是在跳舞吗？没错，必须享受。今天想带给大家的一首诗《一棵开花的树》。新系列的甄选活动同样汇集了各行各业的烘焙高手前来挑战自己，可说是卧虎藏龙。我是医美医生，目前是老师。第一个在新加坡做摩吉多奶。我做了很多种冰淇淋，都是我自创的冰淇淋。去了拉斯维加斯，上了3个月的烘焙，去寻找我喜欢的味道。唐朝冠冕势必精彩。众望所归，唐朝冠冕甜蜜回归。刚刚看过这一系列甄选活动的片段，看来新系列高手云集。其实除了这些高手值得期待以外，我们还有一位值得期待的狠角色。喂，大家好！哇，这次呢真的很开心，可以跟双偶合作。一位呢是我的偶像范文芳，另外一位呢是我不打不相识的好朋友欧轩。大家一定很好奇，从进来这里做什么？对啊，快跟大家说，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哦，我是唐朝冠冕的监考官，负责游走在参赛者之间，然后呢看看他们有没有在比赛的时候呢犯规。所以说我其实是评审团的眼线。好，那就麻烦你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马上通报一声。No problem。说到评审，其实除了我们2位，我们每一集也会邀请2位专业评审。首先，我们欢迎我们的常驻评审，顶级巧克力大师 Chef 翠凤邓翠凤。Chef 吹凤拥有超过30年的烘焙经验，曾就职于世界各地的5星级酒店、餐厅及巧克力专卖店。现在的他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资深研发技术师兼执行甜点师兼手工巧克力师。在甜点这个领域中，他可以说是备受敬重的前辈。Chef 翠凤，我们又见面了。对呀，这次担任常驻评审，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非常的兴奋，也很荣幸可以参与唐朝冠冕的新系列。之前你全程都有参与甄选活动，那8强的实力你应该见识过了，能不能用4个字来形容他们的水准如何？我可以说他们都是卧虎藏龙。哇，看来是精彩可期，拭目以待。我也是4个字，哦耶！那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另外一个专业的评审，他是冠军创意甜点师 Chef Bango 吴凯全。Chef Bango 吴凯全入行17年，曾就职于不少5星级酒店，目前是一家食品公司的行政甜点总厨。Chef Ben 特别擅长制作巧克力与拉糖，更在2019年世界美食峰会中荣膺新加坡最佳甜点师，也成为2022年厨艺世界杯甜点单项总冠军，可谓本地烘焙界的生力军，创造能力享誉业内。Chef Ben 目前是新加坡民族国家队的队员，夺下了不少的冠军宝座。那作为一个比赛的常客，你觉得比赛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胜出呢？主要我觉得是前期的准备，还有最重要是临场的表现。那
那其实 Chef 吹风和 Chef Ben 都是我们甄选活动的评审。那我想问 Chef Ben， 以专业水准来说，我们打10分，你觉得我们参赛者平均有几分呢？我觉得可以去到8分。哇哦，8分，很厉害耶。对，他们都展示出他们各自的强项。但今天的话，我们要看他们对主题的诠释啊。所以你看，不只是我们呢，我相信观众朋友呢，现在也很期待哦。到底我们新鲜出炉的8强是谁？马上公布。欢迎今天上场的4位参赛者。这个系列的唐朝冠冕呢，一共有8集。最后冠冕为王的参赛者呢，将赢取1万元的现金奖。那么前面2集呢，我们的8强呢将分为2组进行了这个主题赛，不会有人被淘汰啊。主要目的呢，就是让参赛者尽情的发挥，见识彼此所长。那么简单来讲呢，就是给彼此下马威。待会儿他们4位在这里进行比赛的时候，其余的参赛者就在观察室观赛。所以我们在这里压力重重的同时，他们在观察室应该如坐针毡。那么跟上个系列一样呢，我们这次的主题赛的评分标准呢，分别为创意与呈现、烘焙技巧、口味与口感，还有卫生与工序。世豪，我听说你已经把我们第1系列的唐朝冠冕给看透了。对于第1系列的观后感是怎么样的？都很有创意，然后其实临场发挥，我觉得都发挥得很好。因为我其实也认识其中一位，他淘汰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不过最后胜利者，我觉得也算是实至名归。第2位参赛者，我希望我没有把他的名字念错 ，Tarian， 是，你是日式面包店的老板哦。我一直会跟自己讲是一个没有老板的员工。那这次来参加比赛哦，你会不会担心自己会输掉？不会，因为我没有抱着赢的心态来参加，就是可能对自己的一个肯定这样子。OK， 我们来问一下永路哦。永路很厉害哦，目前呢是一家意大利餐厅的甜点师傅。那么制作甜点呢是你的日常，你今天是不是特别有信心呢？50在自己的信心，另外50在要熟悉这边的器具方面这些。因为你样子特别出众啊，长得蛮俊俏的。你觉得一个甜点师傅长得好看重要吗？相当重要。OK， 那么接下来呢，这一位呢是 Olivia 范英子，你是唯一一位这个事业呢不涉足这个烘焙领域的参赛者，会不会觉得自己处于劣势呢？不会，因为我只是因为我单纯的喜欢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输赢不是很重要，不管是输还是赢都要优雅。说得好哎。今天要进行的是主题赛，你们将要面对的考题是指定食材。掀开序幕的主题是和甜点一样让人心花怒放、色彩斑斓的花卉。参赛者呢可以尽情的发挥你们的创意哦，拿出呢你们最拿手的甜点来应战。但是唯一要记得就是不可以偏离呢主题，所以呢，请大家呢把花卉这个食材呢发挥得淋漓尽致。4位参赛者准备咯，我们限时3小时，现在开始。哇！真的开始了。4位参赛者准备咯，我们限时3小时，现在开始。来问一下我们的4位评审哦，随风老师，你觉得以花卉来作为主题，容易的地方在哪里？首先赏心悦目，芬芳的香气让那个甜点更加的美味。其实你要保持那个花卉的颜色，
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味道方面也是，如果下得太重的话，会让人家感觉像是添加剂放多的感觉。花卉的颜色，你是说那个花卉会褪色吗？对，会褪色，会变黑。其实也看他们是怎么样用那些花卉，他们只是要 infuse 还是要用来摆设。本身来说，我特别喜欢用花，之前有用过玫瑰花 lavender， 然后现在在做 R&D 的是在用菊花和桂花。然后我觉得说花配一些水果又特别的搭，所以你就是要去决定说水果和花的清香味能不能达到一个 balance。那偶像范文芳呢？要看是什么甜品，就是刚才欧轩所说的会不会 balance， 还是它会抢过，所以要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花。哇，认真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男孩子。请问世豪，你用的是哪一种花卉？今天我用的是接骨木花 elderflower。哦，那你的花在哪里？哦，今天因为新加坡不进口接骨木花，而且你真的要把它的那个味道真的融入进蛋糕里面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很大量的接骨木花来真的把它的味道提炼出来。所以今天我就选择使用了香精跟它的浓缩饮。对，香精跟浓缩饮。如果新加坡真的没有 elderflower， 那你就换别的花。为什么要坚持做一种你拿不到的原材料的？对。可是小男孩坚持一定有他的原因的。对，弟弟，你可以告诉狗狗吗？就因为本身觉得味道很特别，而且不是一个在新加坡常见的那个用料。对，所以就希望通过我的这个蛋糕把接骨木花介绍给大家。那你就要斟酌的去用，因为 essence 就是对，我知道，的味道很强。我会带有一点不太开心的感觉，因为香精永远是 enhancement， 就是帮你提升一个味道，而不是直接用香精代替它本来主要的食材的味道。对于我作为一个厨师，我接受不了这样子的东西。那做蛋糕也太简单了吧？可是我是很期待他做出来的那些甜点是什么？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烘焙导师。对。我是黄世豪，从毫不相干的领域转而踏足烘焙业，是一个始料未及的机遇。每一个新事物都像是一本未翻阅的书，每一页都充满未知的故事。既然无法预测，那就更该把握每一个到来的机会。对于梦想，我勇往直前；对于挑战，我绝不逃避。人生和参赛都一样，机会稍纵即逝，都得牢牢把握。唐朝冠冕，我来加冕。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做出来的那个蛋糕？对，谁是那个吃的人？我妈。我还记得，如果往回看的时候，看到那个照片，其实是蛮恐怖的。是造型恐怖。你是做了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做了一个香蕉蛋糕，然后那个时候对于食材的认识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真的是胡来。你知道世豪他厉害的地方是我们问他啊，他可以一边做，然后一边回答你，而且很自然的啊，而且蹲下来还可以讲话什么之类的，还挺稳的，节省了很多时间。其实也没有一心多用啦，就纯粹喜欢说话。因为其实我做的东西没有很复杂，而且我也常做，所以对于整个流程我其实都很熟悉。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花呢？今天我采用的是樱花。樱花。Sakura。为什么会选择用樱花？我是比较熟悉日本的食材，所以这次的主题是花的时候，我会一想到的其实就是樱花。樱花我们基本上不知道真正的味道是什么，好像你买那些花都是已经 preserve 过的。你如果现吃的话，其实它是有一点苦涩的味道。然后腌制过的话呢，要不就是盐还有糖，还是你要进水之后才能用。我还蛮喜欢他那么大胆的去用 sakura 这个花为它的那个食材。樱花你要买到好的粉就没有问题。但是它的 bakery 是日本的，所以它对应该是有订。难怪拿樱花。我是 Terence 林伟峰，打从成年开始一心一意，我专攻烘焙。一步一脚印，我走上创业这条路。创业让我读懂艰辛，却也让我万分珍惜。感谢太太做我最强的后盾，让我怀着自信跨越困难。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也没有白吃的苦。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秉持信念，拼尽全力，我要活得精彩。唐朝冠冕，我来加冕。我知道你整个创业的过程非常的不简单。我觉得创业很难。我刚开始创业，我就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不会卖，我会做。其实一直都觉得那个回报不够，所以就想，如果觉得自己可以的话，得证明给自己看自己的能力咯。Terence 聊起他的创业的过程的时候，难免会让我想起我自己，在厨房开始工作的时候，也会有辛苦的时候。刚刚开始，可能因为我是艺人的身份，有很多人就会关注，有些会说，哎，我是用我的名气来卖，可是我想要说证明给大家看，我是有实力的，就是要有一个过程，让大家真的是相信，而且喜欢你的东西，对，所以你要坚持。这个是牛奶，我又做另外一个桂花的 infusion for 我的 mousse。桂花它象征着吉祥，在古代它是一个供给皇上的一个贡品。另外我会搭配柚子的 cream 在中间，柚子它有一个它的独特的味道这样子，然后我也配了椰子，所以就蛮搭的。其实桂花不容易，因为它真的是很清淡，所以要带出桂花的那个味道，其实还真的有挑战度的。永露的构思我挺期待的，因为我自己也喜欢桂花。哎，永露，我知道你之前在网上有自己的一个生意，对啊，后来把它收掉了。对对，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意？是一个烘焙的生意。就我在 COVID 的时候 start 这样。就因为我老婆怀了第2胎，然后我就为了找比较稳定一点的收入，我就去做现在的full time，就这家餐厅。哇，我看不出你已经是快要2个孩子的爸了。已经2个孩子了。已经2个孩子的爸了。对。我是林永禄。原本趋向工程系的我，半途转科，奔向烘焙这颗心头爱。曾经的自己为心中的梦想竭尽全力，如今的自己为心中的挚爱奋发努力。在该奋斗的年纪，我不选择安逸，珍惜上场的机会，为家人的幸福努力，为精彩的未来拼搏，为自己的选择喝彩。唐朝冠冕，我来加冕。哇，现在我们来到了Hello， 你好，范文芳的妹妹，我也希望英子，范英子，对，是的，我现在要把我做好的panna cotta放进我的冰橱里面，我帮你开门吧。姐姐来了，姐姐来了，谢谢你。Olivia， 你用的是什么花卉？我用的是玫瑰。玫瑰哦。对。我有一款非常喜欢的马卡龙，它叫做伊斯法罕。我从这个甜点里面找到了灵感，用玫瑰花、大黄、荔枝还有覆盆子来做甜点。但是我是用不同的 texture 把它们重新组合到另外一道甜点中，做出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他是想要挑战自己，他是唯一一个会想要跳出舒适圈的参赛者，因为我觉得其他3位都在打安全牌。我觉得参赛者有一点点的保留，我们想要看的就是参赛者在 push 他自己的 limit。我之前在学甜点的时候，有一位老师说我做甜点的样子不够优雅。他说做甜点的人一定要很优雅，
对，哦，是这样。所以这是韩国老师讲的。对，所以我把它写在这里。那你有看过这个韩国老师他做甜点的样子吗？有啊，他做甜点的样子就很像在跳舞一样，在蛋糕上面跳舞。我是 Olivia 范英子，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爱上音乐，又叫烘焙。父母曾经说过，能够用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种幸福，而音乐与烘焙就是我想用一辈子钻研的事情。如果音符的结合能够碰撞出优美的旋律，那烘焙也能够通过精心的调配与创意的发挥，烹饪出满满的幸福感。唐朝冠冕，我来加冕。哎，你现在放了香槟在里头。这个是要做一个 Sakura Stocking Jelly， 就是我想要做一个 jelly， 我吃起来还是有一点啵啵啵在的感觉。哇champagne 跟 Sakura 会蛮配的。我在做蓝莓酱，要把它煮到非常的浓稠。因为等下要加入那个浓缩饮，所以其实那个糖的容量我只加入了整体重量的5%，所以其实是很少量。我的下一步是我要做一个 Madeleine Sponge。这是不是最难的一个部分？这个不是最难的部分，最难的部分是一个chantilly，这个桂花的 cream 这样子，通常需要4个小时来 chill for 那个 chantilly， 可是我只有3个小时的时间。Chef Ben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简短的方法来做他刚才所说的chantilly？我这边我会冰镇，先把它快速降温，因为chantilly是要降到4度就可以打发。我没有依照他的方法，是因为我把我的chantilly倒成最薄的分量，我又用了那个 metal tray 去，所以我觉得我有把握在这一点。4位参赛者，我们现在呢剩下2小时15分钟。世豪现在是在做一些装饰了吗？对，现在我要做的是一条小舟，小舟方面就要把那些木的纹路全部都刻画出来。这类型的蛋糕会有难度吗？这个其实还好，相较于我平时做的这个，其实简单很多。那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么简单的蛋糕来？看上去不简单啊。相较于像我平时做的，好像还有翻糖花，还有很多裱花之类的东西，那些就比较考功夫。这个其实真的还好。就当我听到文芳姐姐说，就做蛋糕可能太简单，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是预料到了。可是既然第1集不会淘汰，就选择做比较擅长的东西。接下来如果有幸晋级的话，就可能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来。单烘焙来说，最简单的应该是世豪的，因为他只是做了 sponge cake， 还有蓝莓酱。有点浪费那个3个小时，因为他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点缀上。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点缀蛋糕的时候，我们也要想一想，点缀上面的是不是能够吃的？对，可是这是 food grade 的那个铁丝，所以要食用也是可以啦。可是通常就纯属感官上的那个享宴视觉。对，就算是蛋糕的甜点，也应该是可以吃的。可是它的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大大的扣分了。偏离了主题，他应该把握那个时间去做更多花卉相关的产品。我想问 Terence， 刚才你急匆匆的把那个模具里的东西拿去急冻，对吧？那个是什么东西 ？cheesecake， 因为我怕不够时间让它出模。Terence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比赛中就一直在想，他有很多的时间都花在顾虑。可是我觉得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应该准备的非常的充裕，而来这边杀。其实我在控制我不要做太快，因为我怕我太快做完，因为我在我店每天处在很赶的情况，所以这次我跟我自己讲，我要放慢。放慢，对我来说吓了我一跳，因为我不感觉他在比赛。他自己也讲，我是故意不要做那么快啊。Unacceptable。
可能在比赛的时候会看到，好像我一直在等。其实我习惯了就按部就班，就是我会有自己的步骤。Hello Olivia。 Hello， 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要做一个蝴蝶形状的脆片，一个饼干，然后放在那个甜点上面。我会用到黄油、糖、蛋白，然后把它们混合好了之后，就放在这个模具上面，烤出来就会变成一个小蝴蝶。脆片应该很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这个模具是有难度的。对。 我觉得那个模具本身可能它的细节难度会偏高。做蝴蝶的时候，我必须非常的小心，不然的话，等一下 unmolding 的时候，可能就会拿不出一个完整的蝴蝶。因为我的时间管理都还做得蛮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没有想到在后半部分，因为蝴蝶脱模的关系，还是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状况。这么薄的一块饼干，对，好难弄哦。好紧张啊！太薄了。你的这个 design 比较小，所以很容易冷。对，所以你要动作快一点，要不然这样就碎掉了。最重要是不要上色，脱模了之后再拿去烤它才上色。是，那就明白。 OK。我当时心里特别的慌张，然后大脑一片空白。后来呢，我就根据评审们的建议重新做了一遍。我觉得 Olivia 做错的其中一个点，可能是她没有喷脱模油。 Olivia， 你 OK 吗 OK 的，还可以继续优雅吗？可以的。但时间真的不多了哦，好，要加把劲哦。好的。喝下来一只了。哦，一只完整的，恭喜恭喜。是，不要太执着 ，Olivia， 时间越来越紧。 我现在在做一个 coconut sablé， 一个脆饼这样子，就要确保那个椰子不会抢掉它花卉的味道。永路，你现在是在打你的 sablé 啊？对，因为刚才我有点状况，有状况。当我发现到我牛油放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该怎么办。 很紧张，就没有那么紧张了。我就想到我还有 spare 的 ingredient， 这样子我就快加了那个不够的分量下去。现在 OK 了吗？现在再重新烤，重新再打过的。我就看到不会 combine 这样子。那你时间还拿捏的 OK 吗？也是有点紧。 那你现在烤的是什么？我在烤的是 Madeline Sponge， 可是不知道刚刚那个炉是不是没有在 working。刚才好像他们有说过，那个在闪的话，那个是虽然没有开，还没有在启动啊，对。对，这个这样子才叫启动啊。对。可是我差不多了。你差不多了吗？哦。可是就可能表皮的颜色没有那么好。 永路虽然过程中好像流了很多汗，也有一些小小的状况，可是他都好像绰绰有余的在完成他的作品。永路为什么会有这2包东西？这个东西它是2mm 这样子的那个厚薄度，然后我就把这个作为那个盖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赶它出来的那个效果就全部都完全一样。 就比较平均。对，对，这个方法会蛮专业。最不想遇到永路，我觉得因为他做的东西比较有 technique 一点，他的经验很多，所以太恐怖了。
世豪是怎么样的一个主题让你抹上蓝色的？晚霞。晚霞哦，我发现你特别喜欢就是用这些 coloring。其实还好，我一般做的时候其实不会使用太多色素。当我看到他加那么多的色素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敢不敢吃。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就已经想过会用人工色素，天然色素你真的要使用非常大量才可以提炼出非常浓缩的那个色彩。我不可能带8公斤的天然原料来提炼那个色素，太不实际了。不够力。Terrain， 你在敲什么？哦，对，我忘记准备了那个 rolling pin。可以借吗？这是什么？这个是日本的黑糖 Okinawa Black Sugar。你可以问队友，他可以借你吗？永路可以借我你的 rolling pin 吗？没有问题。哎，谢谢。我的想法是，他为什么不要去问旁边的人，能不能借他一些他没有的东西？其实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你只要开口，你可能就会事半功倍。现在我在做的这个是一个 crumble， 有牛油、樱花叶、有糖、有日本的黑糖，然后我加了一点那个柠檬皮，然后还有在里面我加了2个蛮特别的食材，就是 sobacha， 也是日本的一个茶，连这个是那个豆粉，大豆粉。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口感，对，而且非常日式。我对日式的食材比较熟悉，所以做起来可能会比较得心应手。刚才呢 Terrain 有讲到说，他用的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Black Sugar， 因为很快的欧萱也要在日本开甜品店了哈。那么在日本是不是这些食材是特别好用？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他们会比较讲究，在新加坡也比较少用到或者是买到。我不知道它的原因为什么要用这特别的黑糖。我觉得说，因为是比较 unrefined， 然后里面的矿物质含量会比较高。现在很流行用 unrefined 的糖呢，是因为它有 iron 跟 potassium 在里面，对妇女的话使用起来是非常好的。亲爱的参赛者，你们现在只剩下半个小时。Olivia， 那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我要做一个伊斯法罕的泡沫。那现在你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它会 hold 得住吗？你如果太早做的话，我加了一些大豆卵磷脂，有蛋白质在里面。对，是的。这个就有牵扯到一点点分子料理的技术在那里。是的。你说他没有什么专业的尝试，可是你跟他聊的时候，他很了解他在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还谈那些配搭。哦，是。我想问一下，永路现在在喷什么东西？我在喷一个 cocoa butter， 它外面有一个 coating。cocoa butter， 可可脂就是可以让它有一个保护层，这类似装饰吧。Terrain， 你沾的是什么？它是一个 jelly 来的，所以它包住这个是 sakura syrup。哦，都吃出来的会有那种包浆的感觉，对吧？啊，对。 4位参赛者，我们还剩下10分钟的时间。有的已经开始在摆盘了。好了。第一位完成，永路。好，其他的参赛者时间还剩8分钟。完成。第2位完成，世豪。 完成。第3位完成 ，Olivia。完成。我们的最后一位参赛者完成了。哇！试吃
时间到了，马上呢要请出第1位完成的永路来介绍他的甜点。今天我呈现的这道甜品就叫如意。桂花它象征着吉祥嘛，所以就取名为如意。希望你们吃了这道甜品会吉祥如意。我有在看他们的表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享受我的这一道甜品。如果好吃，应该会这样子的表情；不好，就可能会咬着他们。然后我就有点担心。这个如意非常的简约，很干净，看了就是很让人开心。如果你可能用一个比较小的盘来盛上来的话，那个观感可能又不一样。整体外观上面是做得非常的好，味道方面我蛮喜欢，可是桂花那个味道没有很特殊。我觉得可能是你用到柚树这个很强的一个水果。永路今天呈现的作品，坦白来说是真的不够。我不觉得这个是他的全部，因为今天他所做的东西非常基本。口感方面，我是很喜欢它的顺滑度，整个结合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完美。可能味道方面，我反而没吃到桂花，而今天的主题是花卉，所以我觉得那个主角没出来。可是你的 coconut sabe 我还挺喜欢的。一开始还没来比赛的时候，我是蛮有信心的，就可能会在前3，可是达不到评审的要求。下一次我会注意评审给的建议和重点，去改进这些。我的甜品是就一个蛋糕，名称是木春。我想刻画出春天将至，晚霞时分的情景，就刚好契合这个蛋糕的灵感来源。名字叫武陵春，作者是李清照。然后落花代表着好事终究会到尽头。我想了解你的花卉的成分在哪里？基本上花卉的成分在蛋糕体里头。蛋糕体它是一个柠檬跟接骨木花口味的蛋糕，多一份是在蓝莓酱里头。蓝莓酱里头有加入接骨木花的浓缩饮，它们2个味道其实很截然不同的。其实我挺喜欢它的那个味道的，很香，口感挺松的，然后有那个蓝莓酱的 texture。对。可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哦，你这个色素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人工的。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太多色素的，就因为是想呈现出晚霞的场景，所以如果你用天然的色素的话，其实达不到那个效果。你说不可以用天然的，我觉得可以用天然的。可是你有没有去试过的？如果你有去试的话，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做到。而且蛋糕整体的我觉得很粗，就不够细。对于今天的表现，其实算是满意的，因为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其实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我也不会觉得说他们太过苛刻还是什么的，这本质上就是他们的工作。切开来的时候真的是有让我惊喜，因为它的那个蓝莓酱啊都有掉下来那种感觉。吃的时候那个蛋糕是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感觉到 elderflower 的那个味道。世豪，你刚刚说你要让我们喜极而泣，那你希望我们在吃你的甜点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喜极而泣，对。请问喜极而泣在哪里？看过其他3位参赛选手的表现，我觉得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厉害。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棒，因为我不是专门做烘焙的选手，所以我自己还有很多的可能性。这道甜点的名字叫莫奈的花园，因为我之前读到一篇文章说，莫奈一生只画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妻子。但是他的妻子在生完他们第2个宝宝之后就离开了，然后莫奈之后13年都没有再娶别的人。他买下了一个花园，种了很多很多的花。读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他是在花园里面治愈他失去他妻子的这个痛。所以我觉得美好的事物都有治愈的能力。你知道大黄
乳酪，一小片，我没有吃到。我没有来去。要找一找是吗？我们好像在找宝藏。对，我们在找宝藏。因为我觉得说你有这些成分，我就希望能够找得到、吃得到，所以你放 ingredients 进去的时候，也要懂得怎么样分配好。你整个出来的 elements 都是软的，然后就算你有一个 sugar crisp， 你放上去也都软化了。对，所以你吃进去的时候，那个口感没有不同层次。我确实有尝到淡淡的玫瑰香，但是我觉得因为是玫瑰是主题，我觉得应该是不要让其他的花喧宾夺主。当然，我有感受到那个玫瑰香，那个是很重要的。啊，新鲜覆盆子我直接单这样子吃的话，我就会吃到很多的颗粒，这样子的话口感方面就会有影响。我只可以讲，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玫瑰味道是有，可是太混乱了，又有那个香槟，因为香槟它也算是一个酒味，还有那个意式奶冻。意式奶冻我知道你放了香草，对，可是香草那个也算是一个味道。对我来讲，最致命的一个错误就是你不应该放那个蝴蝶脆片，不是吃醋的关系，是因为你放给其中一个 judge， 你不放给3个 judge， 对我们3个来说，你的作品是没有完成的。不好意思，这个是蛮致命的。明白。我最后还是决定把2只蝴蝶呈现给评委，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我努力过的结果，所以我还是想呈现给评审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道甜品叫冬碧回春。不管冬天有多么的寒冷，春天一定会到来。就是你遇到困难，一定会有克服的时候，所以是一个期待。这是今天最漂亮的一个作品，也非常的细致。先吃上面那一粒球，它是给你嘴巴有一个 sakura 的味道先，那你才去吃其他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连那个叶子也一起吃，它是可以吃的，它是薄薄的一个叶子，还有自己 sakura 的味道。我喜欢整个口感，就是嫌那个 sakura 的叶子有点太重，而且那个 black sugar 那个 crumble， 我觉得点缀太多了，如果再少一点点会比较完美。太过咸，然后又有带点苦。你的那个桃子，我又不觉得它能够完全的融入到这个甜品里头。可是我是觉得你是挺有创意的，你可以想到这些不同的元素，把它放进去。咸是来自那个腌制的樱花，然后苦可能是叶子的苦。Presentation 呈现的方法很好，感觉很精致。可是来到口味那方面呢，我就也不太认同，因为 sakura 的味道本来就很淡，然后你为了做而配搭很多其他的东西去呈现那个 sakura， 反而你让那个 sakura 更出不来那个味道。其实我看到那个 cream cheese 的时候，我有期待说，哎，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内馅，不然的话会很腻。然后那个 cream cheese 可以再顺滑一点，然后小颗一点，这样它如果作为一个盘式甜点的话，会比较平衡。看了其他参赛者的作品，我觉得胜算最大的是永入。Terren 和世豪都蛮不错的吧 ？Terren 他的 idea 都很好，世豪呢可以在3个小时内完成一个大蛋糕，然后又还有一棵树之类的在上面，我觉得很强。我觉得我在8强里面应该是和大学一样是垫底的，就当他们觉得自己表现很差的时候，他们可以看看我，就心情可能会好一点。我可能在里面是烘焙经验最少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很棒。4位参赛者以花入甜点，有的诗情画意，有的简约到位，有的凸显个人特点，有的充满着平凡的爱。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押上自己的事业与人生，踏上唐朝冠冕的征途，勇气可嘉。
虽然呢这2个星期的比赛呢，我们没有任何的淘汰，但是呢，评审们呢还是会为他们的甜品呢评分，在他们这8强里头呢分个高下，而这成绩呢将会在下个星期4位参赛者比赛完之后才公布。唐朝冠冕，谁来加冕？你们必须把根茎类融入到甜品当中。总共有多少个配方？有13样。哇，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打不发，平时不会有问题。现在我在 cool down 我的 ice cream mix。对我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整个作品它是很有层次的，他非常的有把握在这3小时内完成这些配方。他的用意就是说，这样子，哎，发生什么事情？